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仙台有树，临近大结局，邓为最终找到适合自己的赛道。由邓为和向涵之合作主演的仙侠古装剧《仙台有树》即将迎来大结局。这部古装剧的设定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师徒虐恋，其实这样的设定早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有过，而且其中还包括比较经典的花千骨。这部剧能够在同类型的古装剧中脱颖而出，又能够在近期众多热播剧中深受网友的喜爱和支持，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同样的古装玄幻剧，同样的师徒虐恋，但这部剧竟然能够让男女主角用一套配方演绎出两种不同的 CP 感。相信大家以往看过的很多师徒恋设定的古装剧中，往往都是男主作为师傅，女主作为徒弟，而这部剧的前半部分女主木青歌是师傅，男主苏一水是徒弟。苏一水的身世可谓是非常悲惨，在遭受到了亲人的伤害之后，他又被认为是能够毁灭苍生的存在，而木青歌收他为徒，并想要替他逆天改命。其实这样的设计是因为木青歌心中本来就怀有大义，收苏一水为徒并救赎他，并不是因为他一开始就对苏一水有感情，更多的是想要反抗命运的不公，反抗一切莫须有的罪名。所以前半部分两人的 CP 非常好磕，木青歌的存在对他来说亦师亦友，更像是生命中的一束光照亮了他。他给苏一水带来的温暖，是他从来都没有体验过的。也正是因为这一份温暖和救赎，后期苏一水才会执着地想要让自己的师父重生。后面的剧情中，两人直接来了一个身份对调，苏一水变师傅，强行要收女主角化身的薛冉冉为徒。这一次，苏一水变得深情又腹黑，而薛冉冉则像是一个小太阳一样，在他的身边温暖着他。其实能够发现，无论是什么时候，女主的性格都有着相似的地方。她始终都是苏一水的救赎，是他生命中不可替代的存在。在两人这一次相处过程中，苏一水是开着上帝视角的，他深知过去发生的种种，所以不愿意让薛冉冉恢复记忆，希望他一直能够像现代一样天真快乐。其实大家也都会担心后面的结局，好在这部剧后面的剧情挺甜的。薛冉冉恢复记忆之后，也知道了他们两人的关系，经历过抢亲和失忆事件后，也了解到了苏一水对自己的一片真心和深情，两人也终于做到了携手逆天改命。狂上加狂所著的同名原著小说《仙台有树》的最后，二人回归于平淡，还有了爱情的结晶。如果有心急的朋友，可以拿原著和剧版比较一下，这样的结局应该是大家都非常想要看到的。这几年也有一些虐恋收场的古装剧，但很多时候网友们都会比较反对，希望能够在番外或者是补拍一个圆满的结局。所以在这方面，这部剧还是比较明智的，从一开始就能够按照大众的口味进行制作。在看后面的剧情的时候，能够感受到邓为在饰演师傅时，一直要装作很深沉的样子，但实际上，在后面薛冉冉恢复记忆之后，他又回到了最开始徒弟的样子，而且还是掺杂了不一样感情的状态。而当大家看到他向自己的师父撒娇的时候，才意识到邓为似乎才找到了自己擅长的赛道。其实在这部剧播出之前，大家都会讨论邓为会不会因为这部作品再次走红。他这几年的热度并不算低，尤其是刚开始闯入大众视线的时候，他的外形条件非常优越，深受很多网友的喜爱和支持。尤其是在《长相思》播出之后，他饰演的涂山璟也成为了经典角色。当年的涂山璟深受网友的支持，更主要的就是因为这是在邓为舒适区的一个角色。这个角色不同于霸道总裁的类型，相比较之下，
他要更弱一些，但他足够深情，也足够有耐心。即使衬托的女性角色更强势一些，但这无疑是邓卫比较适合的一个人物设定。但不得不承认的是，焦夫设定确实是邓卫比较适合的。而且很多朋友在看到这部剧的后半部分，他在向女主角示弱和撒娇的时候，也是大家认为比较有看点的地方。反而是前面比较强势的部分，并没有更多的吸引大家的关注。对此，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，和大家一起分享讨论吧。